库尔斯克战役最新进展，乌军拿下苏贾镇，政府大楼竖起乌克兰国旗。普京召开俄罗斯安理会会议，格拉西莫夫报告与战况相反。前线战报：苏梅州撤离23个定居点，乌军夺取黑海岛屿。欧美支付首笔42亿欧元援助款项，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7日战斗中，乌军依旧在库尔斯克州开展机械化进攻。结合根据各种消息来源，截至晚上8月7日19点，乌军2天内已攻下库尔斯克州约350平方公里领土，占领了包括尼古拉沃、达里诺以及斯维尔德利科沃在内的11个定居点，俘虏了近300名俄军士兵，且这一数字每小时都在增加。目前，俄罗斯已经宣布库尔斯克州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对苏贾的进攻，据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表示，乌军当天在这里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而据军事博主和当地居民上传 X 平台的视频显示，乌军已经控制了苏贾镇，并在其政府大楼悬挂了一面乌克兰国旗。值得注意的是，据苏贾镇一位居民透露，当乌军攻打过来时，驻守的俄军部队直接放弃了阵地，并未进行抵抗。甚至在俄军撤退时，据乌军第24援助营的士兵称，俄军还使用制导炸弹轰炸了自己的部队。根据传出的视频，貌似是俄军的 KA-52 摧毁了自己的装甲坦克。而这支驻守的部队，据乌克兰军事观察员称，极有可能是车臣第71摩托化步兵团的一个未指明的单位。而且早在1个多星期前，车臣阿赫马特部队就一直在苏贾地区活动。不过根据车臣自己发布视频信息显示，其部队正沿公路、铁路阻击俄军进攻。且车臣阿赫马特指挥官表示，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州的部队是其最后的预备队。等这些预备队被摧毁后，入侵乌克兰行动将进入最后阶段，而且没人可以阻止。经过战斗，俄军也再次出现成建制投降的画面。另一段视频则显示，也有大批俄军出现在苏贾检查站地区，这里的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但据俄罗斯内部消息人士和其他几个俄罗斯消息来源报道说，乌军已经占领了苏贾检查站和苏贾天然气分配站，并且乌军似乎计划守住这一地区，拿捏俄天然气运输的道路。8月7日13点时，普京召开俄罗斯安理会紧急会议。在会议上，普京在指责乌军进攻库尔斯克是大规模挑衅行为后，就已指示第一副总理安尼斯·曼图罗夫和地区当局协调对库尔斯克州进行援助，拨出了第一笔18亿卢布的安置资金。同时，普京还与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安理会秘书谢尔盖·绍伊古、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以及陆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讨论库尔斯克州袭击事件。然而，格拉西莫夫却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他声称，在此次袭击事件中，乌军最初约有1000名乌军士兵攻入库尔斯克州夺取领土，但经过俄联邦安全局和北方集团军群2天的阻击，乌军的推进已被阻止，称乌军已伤亡315人，损失了54辆车辆。是不是很奇怪？格拉西莫夫的报告怎么与乌军在库尔斯克州进攻的真实情况完全相反呢？这主要是因为一，俄罗斯正试图降低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带来的恐慌；二，俄罗斯要在国际社会上以正当理由诋毁乌军的入侵行动的同时，不影响到自己入侵乌克兰的行动。这2点可以从其他俄罗斯官员模棱两可试图在乌军渗透俄罗斯领土和俄军控制局势的矛盾观点中取得平衡的话语窥见一二，也可从上述战场乌军真实的进攻规模和战术，以及俄罗斯国防部删除的虚假声明进行证明。当然，爱逛论坛的朋友应该早就发现了俄罗斯国防部过于乐观的陈述和虚假报道。有很多俄罗斯的军事博主都在抱怨，俄罗斯军事指挥部没有及时发现或阻止乌军对库尔斯克州的进攻行动，指责安德烈·别洛乌索夫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没有对作战指挥系统进行审查，以避免无能的指挥官。同时，他们还呼吁俄罗斯当局惩罚那些不称职、裙带关系的指挥官和骗子。甚至有一些激进的博主更是呼吁普京正式向乌克兰宣战，以抗议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至于北约和欧盟对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州的态度，华尔街日报援引2名美国官员称，乌克兰并没有提前通知美国他们进攻库尔斯克的计划，但其态度，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能追溯至2014年，如何展开反击，乌克兰可自行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则更直接，
称根据国际法，乌克兰拥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合法权利，这包括直接在侵略者的领土上打击他们。回到乌克兰境内战场，苏梅州23个定居点正在强制疏散，且俄军前线的攻势正在减弱。受乌军攻入库尔斯克战役影响，俄军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空袭。仅7日，乌军防空部队就击落了30架来袭的见证者无人机，且在苏梅州上空摧毁了1枚俄弹道导弹。也因此，据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弗拉基米尔·阿尔丘赫表示，为保护平民，乌军正在对苏梅地区5个社区的23个定居点进行强制疏散，预计疏散6000人。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继续在其北部进行有限的阵地战。昨日仅发动了2次对沃夫昌斯克和集合乌军阵地的袭击。值得注意的是，据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报告称，在沃夫昌斯克行动的俄第4志愿突击旅第153坦克团的风暴分队以及第138摩托化步兵旅正加大炮击频次和数量，使用 TOS-1A 火箭炮摧毁当地的高层建筑，使乌军无险可守。另外，针对库尔斯克战役，俄北方集团军的主力目前尚未有所行动，依旧部署在哈尔科夫州。在北部的塞弗尔斯克方向，俄军正在比洛霍里夫卡北部、罗兹多里夫卡西北部推进，以及靠近上卡米扬斯克地区战斗。在8月7日战斗中，乌军成功击退了5次俄军进攻。在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夺回了恰索夫亚尔以南斯图波奇森林地区的阵地，但恰索夫亚尔其他方向的战斗仍在继续。在重点的托列茨克和红军村方向，俄军陆地攻势仍在继续。8月7日，俄军在托列茨克、扎利茨内、纽约村发动了8次袭击，其中纽约村情况十分危急，俄军第9摩托化步兵旅几乎占领了整个定居点，并可能包围了这里的乌军部队。在红军村方向，俄军针对乌军8个定居点展开了21次进攻。在热兰涅，俄军向前推进了1公里距离。据乌方消息称，由于装甲车短缺，俄军在该方向被迫以摩托车进行突击，结果惨不忍睹。俄军这种自杀式战术与以往使用轻型运输车、沙滩车，甚至改装高尔夫球车进行突击的战略大相径庭。这从侧面反映出俄军在装备和后勤方面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而且俄军这种自杀式战术可能会导致其在战场上更加疲惫，也可能加剧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据初步信息显示，8月7日在该方向，乌军就消灭了154名俄军，摧毁了3门大炮、1辆虎式装甲车以及4辆其他车辆，另外还有1辆坦克、6辆汽车和1套火炮系统受损。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8月7日报道称，乌军阿尔坦部队侦察兵夜间登陆了位于黑海北部的坦德拉岛，并摧毁了俄军部署在这里的预警系统和防御工事。目前，俄国防部对此尚未发表评论，且俄军的具体损失也在澄清中。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乌军在为进攻克里米亚做准备呢？此外，泽连斯基于8月7日批准延长乌克兰戒严和动员令法案，将从8月12日起延长至11月9日。这是自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第12次延长戒严和动员。俄罗斯方面也同样如此，通过种种福利手段加大了动员力度。如据 ISW 报道，俄国防部再次宣布，已向约 98% 在乌克兰阵亡的俄军士兵的亲属支付了承诺的抚恤金，其余 2% 也正在核实中。已向超过 50% 的俄罗斯志愿者颁发了退伍军人证书，另有 13% 的俄罗斯退伍军人正在完成登记。此外，俄国防部副部长安娜·齐维列娃还表示，国防部正在制定法规，允许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士兵与家人一起去疗养院进行康复治疗。8月6日，欧盟批准向乌克兰支付首笔42亿欧元援助资金。据悉，这笔资金是欧盟向乌提供总额为500亿欧元援助和贷款的一部分。该款项资金的作用是在帮助乌克兰正常运转的同时，帮助其在战后恢复陷入瘫痪的经济，以满足乌克兰入盟条件。目前，乌克兰虽然已是欧盟的正式候选国，但欧盟也要求乌克兰进行一系列改革。按照欧盟的预估，到2027年，这些改革将使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2%。据中时新闻网8月2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海事自主系统测试团队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自主测试计划。此项测试主要分为3项。第一项，让无人船艇阿波罗号保持在远端遥控模式下，对其外部感测器持续提供最新的任务信息，并开启自主系统。
测试结果显示，太阳神号不仅能研判避开潜在水下障碍，还能自行优化航线路径，最终顺利完成指定任务，以证明其自主系统运作相当成熟。第二项，由代号洋基支队的测试团队负责验证海猫自主水下无人载具的水文测量与即时共享能力。测试结果显示，海猫在为期4周的测试中，成功运用回音测深仪和水下摄影机提供即时水文资讯，并用于协助规划任务。第三项，由祖鲁支队操作 Ever3型 AUV， 并与威迪瑞公司的防卫者自主载具搭配，在海床上使用声呐扫描潜在雷区，用于验证自主载具的搭配作业能力。测试结果显示，自主载具可以正常使用声呐系统，并能够将检测到的雷区信息及时传回。综合这3项测试的结果，Master 表示，无人船艇已经可以实现在远端遥控模式下自主整合情资，以规划任务路线并规避危险，且还能完成扫雷任务。该团队会持续和新型扫雷舰进行整合测试，为未来无人扫雷舰队做准备。据中时新闻网8月2日报道，日本就采购标准3型 2A 批次导弹与美国签署了一份价值 19.4 亿美元的合约。按照合约内容，雷神公司将全面负责 SM-3 Block 2A 导弹的生产与组装工作。待未来执行交付之后，日本准备将该导弹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神盾舰上。SM-3 Block 2A 导弹于2006年起由美日共同研制，它在 SM-3 导弹的基础上改良了火箭引擎和导引能力，其本身并不携带炸药，主要依靠可转向的动能弹头，以碰撞及冲击来摧毁敌方目标。动能弹头直径 0.53 米，最大时速超过9600公里每小时，最大拦截高度500公里，拦截半径为2500公里，主要拦截对象为射程在1000至55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及远程弹道导弹，对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洲际导弹也具有一定的拦截能力。鉴于 SM-3 Block 2A 优异的性能能够大幅提升日本的空防能力，待此项合约取得有效进展之后，日本还会筹集新的预算对其进行加购。据美国防务新闻8月1日报道，意大利与莱昂纳多公司签署了一份15亿欧元的采购协议。根据协议内容，莱昂纳多公司将为意大利增装2艘全新升级版本的欧洲多任务巡防舰，预计2030年以前完成交付。FRAME 计划是一项双边军事战略，它初定于2001年11月7日，旨在为意大利和法国部署一支现代化统一的军舰舰队。其中，意大利版的 FRAME 被命名为米尼级，而法国版的 FRAME 则被命名为阿基坦级。在整个计划期间，两国分别以不同的配置进行各自版本的 FRAME 生产工作，并陆续取代了两国的老旧舰艇。其中，意大利版的 FRAME 长 144.6 米，宽 19.7 米。动力方面采用柴电和燃气发动机，电动机和柴油发电机组驱动，最高速度每小时54公里，最大航程12400公里。武器方面则配备有一座127毫米舰炮、2座76毫米舰炮、2座80毫米遥控武器系统，还可装填16发阿斯特导弹、8发反舰或对地导弹，以及多具 MU-90 鱼雷。反潜和电子战方面，亦装有 SPS-791 RASS-X 频多功能雷达、Captas UMS-4249 主被动拖曳声呐、RSS 红外线标定系统等先进装置，而且还能够搭载2架 NH-90 直升机或1架 SH-90 和1架 AW-101。整体而言，其具备非常优异的海战能力，而此次的升级版本必将会更加强大。按照计划，意大利第一艘升级版 FRAME 将于2029年6月完成，第二艘将于2030年6月完工。据保加利亚军事网8月3日报道，鉴于巴基斯坦正在进行第5代隐形战机飞行员的培训工作，而印度第5代战斗机计划目前并未取得有效进展。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印度正在考虑从国外购买第5代战斗机。
印度军事专家分析后称，印度只可能向美俄采购先进战机，重点考虑 F-35和苏57，但该采购计划在执行阶段存在一定难度。首先，就采购 F-35计划来说，由于印度当前购买且装备了 S-400等俄制装备，尽管目前并没有像土耳其那般直接被美国踢出 F-35计划，但在结果上，美国大概率不会向其出售 F-35。而且，印度军事专家强调，即便印度真的能够买到 F-35，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风险。F-35的采购流程以及正常维护供应链基本全由美国负责，这会让印度对其产生极大的依赖感。如果印度在购买 F-35之后选择继续购买俄罗斯军事装备，美国可能会对其进行某些限制。其次是采购苏57计划，印度最初与俄罗斯就该战斗机项目有过密切合作，但印度对当时产出的战斗机性能并不满意，很快就选择了退出。但是随着苏57的不断升级，当前版本已经全面提升了整体性能，而且俄罗斯还曾表示，该战机已经参与了俄乌战争，且战绩显著。显然，如今的苏57已经符合了印度的要求，且两国之间本就存在合作关系。如 S-400的采购计划，这可能会让印度更加倾向于选购苏57。不过，由于俄乌战争再加上近期中东频繁的冲突，俄罗斯早已应接不暇，短期内几乎无法实现对外出售苏57。所以，就当前形势而言，印度可能无法实现外购上述两款第5代战斗机。不过，考虑到印度已经拥有顶级战斗机，例如达索阵风和苏30 MKI， 至少在目前阶段，这些战机尚足以应对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但是在未来阶段，其还需要尽快推动本土战斗机发展计划进程，同时也要探索更多的临时应对方案，以此来维持自身的空中优势。8月1日，莱茵金属公司对外宣称，已经与西班牙陆军签署了一项采购协议。根据协议内容，莱茵金属公司将为西班牙陆军的155毫米增程炮弹供应50万套模块化推进剂系统，总价值2.05亿欧元，计划于2024年中期至2025年底交付，并有2年的延期选项，这可能会增加该合同的总价值。受当前俄乌战争影响，西班牙一度持续军援乌克兰，包括为其训练乌克兰士兵、运送军事战略物资等。为巩固自身国防实力，西班牙军队计划补充自身弹药库存，以应对潜在的威胁。除了与莱茵金属公司签订的采购协议外，西班牙目前还在采购 M109 和 SIAC 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发射系统。据基辅邮报8月6日报道，由西班牙8架大黄蜂战斗机组成的特遣队已经抵达罗马尼亚米哈伊尔·科克格尔尼恰努空军基地，并通过了相关测试，获得了欧洲军事适航证，可以开始新一轮的部署行动。后续该特遣队将主要负责保护盟军并监视北约东翼空域的活动，预计会持续到今年12月。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是西班牙首次在罗马尼亚开展空中警务行动。今年4月，西班牙5架欧洲战斗机也曾被部署到该基地。据法新社8月2日报道，菲律宾和日本举行了首次双边联合演习。菲律宾部署了其先进的护卫舰 BRP 何塞利差，而日本海上自卫队则贡献了驱逐舰 JS 萨扎纳米。MCA 旨在提高两国海军之间的互操作性和战术熟练程度。演习的主要内容包括通信演习、战术机动行动等。菲律宾军方表示，该演习进一步加深了菲日双方的国际合作关系。据中时新闻网8月2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于日前在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罗西斯船厂完成为期4个月的维修工作，此后又展开为期7天的测试工作，检验船只航行状况，确保舰艇效能可充分应对日后任务需求，并在完成相关工作后确认系统无虞后，起航返回普茨茅斯母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秋季部署任务。
英国海军表示，有赖于海军国防设备与支持组织以及巴布考克公司三方的通力合作，伊丽莎白女王号才能提早完成维修作业。而且在其测试期间，还进行了海上轮机高速航行等测试，并与皇家空军 P-8A 反潜机进行了联合训练，确保舰上士兵已重新熟悉维修期间暂停的战机项目，能够达到战备状态。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